今天是問答的第5集，咱們來分享一下如何解決銅鍋饅頭蒸出來有些光滑，有些褶皱起泡。究竟解決的關鍵在哪裡？大家好，我是老莫，喜歡記得點讚收藏。先說材料，這裡是中筋面粉1斤，咱們要按的標準量。這個面呢一定要稍微攪一下，发现異物要提前拿出来。接着再加上干酵母3克。下一步準備水的時候，大家要注意，咱們夏天和面的水量呢一定不能太多，讓面团稍微偏硬。咱们今天是準備的270克水，稍微偏軟。偏軟的狀態下，面發的會更快，不管是1發還是2發，都會比平常更快一點。所以呢，這個節奏不容易控制，就容易出現相同的問題。另外，咱們這個水量偏多的時候，你如果說攪拌不勻，這個結果呢也會不一樣，而且呢差距很大。把水加完之後，所有的面絮攪拌勻，然後再往一塊揉面。揉面的時候，大家要注意，有乾粉的地方多揉一會兒。如果說實在揉不光，咱們揉成這樣之後呢，直接放在案板上去揉，這樣更寬敞，你用力呢自然更好，而且着力點更精準，揉面也更快。這一步咱們就不過於強調了，揉匀就好。咱們整個面团揉好之後呢，只要表面沒有粘的地方就行了。最後包起來發酵，這裡大家要注意，夏天呢發酵是比較快的，尤其是面軟的狀態，一不小心就容易發過，發過之後裡面的氣泡過多，揉面排氣會困難很多，揉面很可能出現排氣不盡的這種問題，所以呢就會出現它裡面堆積更大的氣泡，集中在一點，在蒸製的時候呢全部跑到面皮表層，就會撐起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這是發酵好之後支撐力不錯，但是你打開之後呢，你看裡面的蜂窩狀態很大。像這個時候呢，揉面大家一定要記住，揉面的時候呢，每一個點都一定要壓到位，這樣才能把大的氣泡擠出去。而咱們今天呢，就隨便搞幾下，稍微揉一揉就得了，因為咱們要呈現最終的結果是那種不一樣的，只能像這樣隨便敷衍了事。接着呢，咱們用擀面杖來擀面的時候呢，也是稍微擀一下就好，差不多擀開，就像畫面中這樣，大家能夠明顯的看到表面還有高低不平的地方，這就說明裡面夾雜了氣。然後呢，咱們把這個面稍微給它動一下，直接開始捲。捲的時候呢，咱們也隨便捲一下，沒捲太緊，然後像這樣搓一下，搓的時候呢，它還會開。像這個時候呢，它更容易夾氣而且更多，咱們可以揪也可以砍出來之後呢，在揉面的時候大家要注意，咱們可以像這樣直接做，這個呢蒸好之後絕對不會出現問題，而且呢表面相對偏光。其他的咱們就按正常的去揉，反复的折疊，而且每一次呢都不实在，像這樣給它搓好，直接放在那裡，然後就是2次发酵了。2次发酵呢，在夏天也和第1次发酵是一樣的，稍微不注意呢就容易過。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呢，大家在2次发酵的時候控制在 1.5 倍大，這樣之後呢就可以蒸了。然後呢盡量不要讓它漏氣風乾，如果表皮風乾後，咱們蒸出來之後呢，表面這個饅頭皮呢是發硬的，所以呢一定要給它完全壓住，不要漏風。這個2次发酵就好了，我稍微延長了幾分鐘，也就是說稍微有點過，大概是2倍大，大家可以看到很鼓。然後咱們直接擺上蒸籠，大家要注意，擺蒸籠的時候，尤其是用電鍋擺的時候，中間盡量不要擺太多，或者是直接不擺，因為電鍋的話它火力比較集中，會在中心點一直翻騰，熱量太高，中間那個容易燙面，容易塌下去。所以通常我在蒸的時候呢，中間基本上是不放的，全部都擺在兩邊，而且稍微擺開，讓它均匀一點。這樣只要咱們前期做的正常，蒸出來的饅頭呢基本上異樣的很少。下一步蒸的時候，咱們直接是開水大火蒸20分鐘，打開之後大家可以看到起泡的起泡，褶皱的褶皱，但是呢它裡面是熟透的。大家看手把下那個就是咱們隨便折了一下那个，大家看這是咱們單獨拿出來這個呢就相對更光，褶皱的面積呢更小。大家再看這個，咱們敷衍了事，隨便揉了一下之後，而且發的有點過，就呈現這樣的狀態了。所以為了保證銅鍋同樣的效果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熱天和面不要太軟，
稍微偏硬一點點，微調一下麵團，然後就是發酵和揉麵。發酵不能輕易過頭，揉麵不要太敷衍，這樣才能徹底解決這樣的問題。好了，視頻就到這裡，咱們下期再見。